现在我手里拿的是败家之眼，这路由器并不差，那上游则是 FTTR， 带有一个 2.5G 的网口，但是就这两个组合加起来，网速只能跑个300兆。最多就300多了，一直都300。这期间客户也找来电信看过，但电信师傅过来一检测，说他们光猫网速是正常的，就回去了，所以只能喊我过来排查了。直接接到光猫上，你这光猫好哦，2.5G 的网口，我测速试下吧。这边我得拿安卓手机来测，因为目前苹果15以下的型号都不支持160兆赫兹带宽，所以要测网速还是以安卓手机为主。这么低啊？对啊，看来不是你手机问题，也不是测速软件问题，对啊，确实是这个有问题。我手机测速下来也就200多兆，看来这边的网速确实有问题了。200。现在我就拿电脑出来试下，看下有线网速能跑多少兆。你这么好的路由不应该只能跑个几百兆啊！一开始我接上去，测速软件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跑不了啊！当时我以为是断网了，但后面却跑出了个10兆的网速。哎，能跑，相当于10兆的宽带，1.2兆每秒。我再测一下。第二次也差不多，也是测了很久才测出10兆的网速。他说你这个肯定10兆啊！我看见那个网口速率1000兆啊！这种是什么情况？我再试下那个无线。刚才无线还能测，现在无线也测不了了。我也没动什么。奇怪了，你这边呢？你这边能测吗？不知道，光猫没电啊，光猫有电啊。刚才没亮灯啊？刚才没亮灯，这个刚才没亮灯，那应该是我刚才插电，刚才可能把它搞掉了。刚才插电影响到了光猫。现在恢复了，再试一下。其实这种测速已经属于不正常了，应该一开始就显示网速，然而这里一直都不显示，总是快要结束的时候网速才猛跳那么一下。可以测出来了，但是也是200-300兆。再试一下。但是你这个测速好慢呢，应该是一下子就上去的。你现在的话是快结束的话，它才弹出来200-300兆，看见没？一下就弹出来。我测一下你这光猫，看看你这光猫问题还是你这路由器问题。你这个应该是路由模式吧？我看的是路由模式还是桥接模式？你这个应该是路由模式，我看下能上网不？这边接上光猫单独测速也是一样的情况，总是最后要结束那么一下才跳出网速来。显示有网，但是怎么会一下子的？跑多少？500多。这不对，怎么是一下子的网速？这不对呀、电信的来过，来过啊，以前来过，他说没问题。他来过几次了？我叫他来了3次，来了3次。他说没问题。你看一下子就跳的50兆，你这网速很不稳，超级不稳。再试一下，应该是一下子就跳上来的那网速，但是你之后快结束啊才有网速进来，而且每次的测还不一样。我查下光猫吧，我看看是不是你这个光纤的问题。光功率-22，倒也是正常。大伙也看到了，这边光衰是正常的，我把它接了回去，然后再测，网速还是一样飘忽不定。这次能测出300多兆，下次可能只有100兆，甚至有时候只能有30兆，这就基本确定了光猫存在问题。但客户表示，宽带小哥来了3次了，说他们宽带确实是正常的。
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之前是怎么测出1000兆的宽带的，反正我最高一次只能测出773兆，所以我只能打电话核实一下，看那宽带是否正常。你好，请问什么可以帮您？你好，我想查询一下我这个宽带账号正不正常号码请报一下。？0898。你好，状态是正常的，上面的。我上面显示多少兆的宽带这边的话实际是1000兆。？1000兆，但是我这边的话只能测到500多兆，我插到光猫上测的更离谱，所以这边的话你帮我刷新一下。行，那我这边给您刷新，您稍后也这边再测试一下。这边客服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，我只能让他刷新试下。刷新的同时，我也给光猫重启了一下。这一套组合下来，网速没有提升不说，宽带反而越测越低了。这回更低了，只变成2兆了。后面接的测速，虽然宽带提升了那么一点，但这种不稳定的网速，你要说光猫没有问题，我是不相信的。所以我就把光猫改成了调节模式，然后再用电脑单独拨号试一下。看见没？这才是正常的，它起码一下子上来，这才是正常的。你看那历史的测速，光猫改了调节，效果确实稳定了很多。最明显的是，你一点击测速，网速就马上给测出来了。虽说测速是稳定了，但网速还是不达标，换算下来也就680兆左右。这可能是我电脑的问题。我这里得提一下，电脑拨号不一定能跑到1000兆，具体原因这3张图有说明，大伙再暂停观看的。所以我这边就用路由器拨号试下，看下网速能不能达标。这 2.5G 的路由器拨号也跑不了，到500。对，也就500。哦，这个现在是算正常是吧？一开始就转。对，它一开始转还是正常，不是说一下子就，但是这个正常归正常，700或是也就500多兆。你看现在都是稳定的500多兆。现在算是稳定。只能说稳定的500多兆。经过路由器拨号，这网速反而还降了下来。我接连6次测速都在560兆左右，这种情况我就要检查路由器的配置了。如果设置上没有什么问题，那么还是电信的锅。不过说来也惭愧，我很少调试这款路由器，我在里面找了半天，愣是找不到限速在哪里，所以我只能给路由器还原出厂，重新调试一遍了。经过重新调试后，宽带果然就跑满了。看见没有？现在已经跑满了，应该是跟设置有什么关系？你应该是设置了什么？我先测，你再测。可以了，跑到1000多。我操！已经可以了，理论上要1000多。你连的是哪一个杠1？ 1杠1，2是80的频宽，1的话是那个什么？这才是真实的网速，一般的路由器是干不到1000多的。我才600。苹果的问题，在苹果的锅，苹果的话，但是苹果是我之前看你的视频说是达不到的。现在让你爸的手机来连一下。拜拜。连1啊，2的话它频宽跟不上。哦，我操，1000多。对呀，直接就干到1000多了，这才是真实的数据。那你这个调试有问题，光猫也有一点问题，所以只能重新调。这个也是改了调节，然后这个也是。总之，这里宽带跑不满的原因，应该是路由器在设置的时候勾选了科学上网类似的选项，导致路由器存在限速。至于这光猫多少有点问题，我在修改调节模式之前，每次测速波动都是非常的大，只能把它改成调节，网速才稳定下来。这具体是什么原理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这里有个38伏的电，这边就更狠了，90多伏的电。本来我是修这些监控的，还有这个网络，因为他们这边就是这监控经常消失，这 WiFi 经常用不了。摸的倒是不电人，但是我一打开，伸手进去的时候我就哭了。居然有电，30多伏电，这里是没有，所以当时我被电了一下，我就把这个插头给拔了。
拔了，然后，但是我也看不出里面哪里有故障，所以我就把它插了回去。但一插回去，监控全部都好了，之前这些监控是全部都没有的，而且这 WiFi 也好了。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要修一下，看看它是感应电还是哪里漏电。我得把这个给拔了，看看还有没有电。哎呀，我都不敢摸了。现在有意思的是，我把这个插座给拔了，居然还有电，地线也有，都是50来伏。这是他们总电源了。再试一下这个，这个伏数就变成了20多伏。这电到底哪来的？里边的设备也都不通电了。我看看还有没有电。还有轻微的电。我试一下这个录像机。哇，还有90伏电，看来得拆了看看，是哪里接到了那铁上，还是哪里漏了电？我拆开这里线路也大概检查完了，这些都是监控的线，唯一的电源是这里，但它现在就是有电，而且这电还不低，90多伏。找不到从哪里下手了，这电哪来的？里里外外我检查过了，没有多余的电了。这条不是，这条是断的，这条完全是没电的，没有。但是这录像机它就是有90多伏电，我拔了这个试下。哦，拔了也有，拔了也有96伏，看着，把它拿出来吧。我试试还有没有？没电了，还有一点。试下这录像机，100伏。问题就出在这里了，这录像机难不能这条 VGA 线有问题？这 VGA 线我已经拆下来了，待会看看，90多伏，差不多100伏。现在在测这个，已经没电了，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。VGA 连的这个显示器，测一下这个，这显示器可能有点漏电，这是它的电源，这电源是接到这里的。难不成是它漏电了？我找他借了个万用表，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显示器有没有漏电。没反应，也没有反应，那应该不是显示器漏电。我刚才看到这里只有101火，没有地线，那应该是感应电了。后面我把插座给拆了，里面果然缺少地线。经过一番沟通，我才了解到，这边普遍没有预留地线的意思，都是从电表接出来就直接使用了。所以现在麻烦的是，这个地面已经铺满了水泥，也不适合打入接地体，但感应电会一直影响设备运行，哪一不得不处理掉。我听一些电工说，
在墙上打一颗回浪螺丝，也可以用来做为接地。征得老板同意后，我就在墙上打一颗试了下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它具体的效果吧。现在是有电的，100度，100伏，放上去，放上去就没电了，松一下，啊，放，啊，可以了。不得不说，还是有那么一点效果的。但后面我把电线接入插排再试了下，还是有10来伏的感应电。看来墙上打回浪螺丝并不能完全消除感应电。不过好在录像机的感应电已经完全消掉了。之前我用这根电笔处理过类似的故障，那是在一个大工地里面，也是感应电引起的网络故障。若不是这根电笔，我还不一定能发现这种故障。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考虑入手一把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